但是这场对抗比楚风预想的还要难，对方的实力太强了。为了不被对方的侦察阵法发现，楚风全力以赴都是不行，必须过度消耗。所以短短半日时间，楚风已经感觉异常虚弱，意识都开始涣散。而就在此时，沉睡的小鱼儿则是终于苏醒。他苏醒的第一反应是惊恐，因为他发现他被关在了一座阵法之中。可是继续观察，他又脸色巨变，他看到了一个人，也是他视线所及内的唯一一个人。那个人站在他的阵法之外不远，原来在覆盖他的阵法之外，还有着一众更大的阵法。那个人正在催动那座阵法，可小鱼儿看得出来，那座阵法催动需要耗费极大，不然那个人不会散发着蒸腾的气焰，脸皮肤都被焚毁，一眼看去血肉模糊，且散发着烧焦的气味，很是恶心。但当小鱼儿看到这一幕，不仅没有嫌弃，反而眼眶瞬间红润。尽管对方已是面目全非，尽管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，可他却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大哥哥！楚风的意识已经开始涣散，完全靠着毅力支撑。可是听到这声呼唤，涣散的意识立刻集中，他回头观望，面目全非、血肉模糊的脸上却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，没有过多的话语，只是简单的一句：“小鱼儿，你醒了。”可却更让小鱼儿愧疚，他此刻不是特别清醒，还有些发懵，但也能猜到楚风在催动这阵法是为了保护他。而他也知道，楚风凄惨的模样可不是外力所致，而是他内部过度的消耗结界之力，以及催动这阵法的强度太大，从而造成的损伤，绝不只是肉身受损，灵魂也定然受到了影响。楚风付出极大，但看到小鱼儿醒来，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没有丝毫责怪，也没有过多的解释。他不想让小鱼儿有任何压力，而是选择自己抗下一切。大哥哥，你催动这阵法是为了救我吗？没事的，小鱼儿，有我在，你绝对安全。楚风笑着说道。而就在此时，天地震荡，一道声音自虚空顶端的阵法传来，随后传遍整个世界。放弃抵抗，交出那个人。这是一道男子的声音，但却明显经过处理。你我既在交锋，那你应该知道你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对手。你支撑不了太久，我知道你身后有所依仗，但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个人才，屈居他们之中，你是屈才了，不如加入我们。交出那个人，本就是大功一件，再加上你的能力，我们必会对你重用，你将从此一步登天。那声音再度响起，依旧传遍整个世界。如果说最开始楚风还不确定，那么现在楚风能够确定了，这是狱宗的人在说话。对谁说话？自然是对他说话。他们应该察觉到，如此强大的侦察阵法，却迟迟捕捉不到小鱼儿的踪迹，是有人在运用阵法躲避他们侦察阵法的搜索。但他们不确定这个人是谁，以为是仙海鱼族的高手，所以才这样说。大哥哥，他们是在与你说话吧？是你带我逃了出来，他们在搜捕我们，对吗？小鱼儿尽管刚刚苏醒，可是通过观察也是明白了大概情况。没事，他们找不到咱们。楚风说道。大哥哥，解除覆盖我的阵法吧。小鱼儿说话间伸出小手，掌心摊开，原本白皙稚嫩的手掌伴随一阵光华浮现，竟出现了道道鳞片。随后他捏出一道法诀，所有鳞片全部褪去，只剩下了一道鳞片。而这道鳞片是伪装的，那不是小鱼儿自身的鳞片，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阵法，以远古至宝位根基打造而成。看到这道鳞片，楚风则是解除了覆盖小鱼儿的阵法。楚风已经看出来了，小鱼儿那道鳞片的作用，那是用来求助的阵法，可以无声无息便将它的位置传递出去。但是楚风覆盖小鱼儿的隐藏阵法可能会影响这阵法的传递速度，相信小鱼儿也是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才让楚风解除覆盖他的阵法，只能解除覆盖你的那一座。若是这座也覆盖，你的位置还没传递出去，我们将会立刻发现。楚风说道。我知道的，大哥哥。小鱼儿捏动法诀，向那道鳞片阵法中传递了什么，随后猛然捏碎，化作点点光芒冲向虚空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但却越来越淡，直到快速消失。小鱼儿，消息传递出去后，你仙海鱼族若使用手段，最快多久能到达这里？楚风询问。他与仙海十月来这里的时候，速度也是很快的。仙海十月动用了特殊的手段，但却也只是在传送阵法内加快了速度，终究还是有所限制，至少比楚风的九天秘的差得太多，完全不是一个层面。只是九天秘的也有限制，只有少数世界才有能够进入九天秘的传送阵，所以楚风想知道仙海鱼族还有没有其他快速赶路的手段。毕竟仙海天河是他们的领地，底蕴深不可测。可若是没有其他手段，只是按照仙海十月的赶路速度，那绝对是来不及的。因为楚风他真的快到极限了，支撑不了太久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父亲只是说必要时刻使用此物，他会第一时间来救我。小鱼儿说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意念一动，两张符纸自怀中飘出，飞向了小鱼儿。那是武者商会会长给楚风的两张符纸，先前帮宋允偷东西，宋允准备的妥当，所以这两张符纸楚风也没派上用场。至于眼下这种情况，这两张符纸其实也没有大用，尽管其中一张符纸就是专门用来隐藏的，可对方的侦察大阵很强，只凭借这张符纸支撑不了多久，很快便会被发现。至于逃跑的传送符纸也是有一定限制，跑不了太远，更离不开这个世界。在对方覆盖世界的强力大阵下，这
这2张符纸的作用微乎其微，但就算支撑不久，也总算能支撑一会。楚风想着，若他真的支撑不住了，他们的位置被对方发现，楚风就与小鱼儿兵分2路，自己牵制对方。这2张符纸留着给小鱼儿，也是能够拖延一些时间。小鱼儿也看得出来这2张符纸的作用，他接过符纸，随后走到楚风身旁，将符纸放入了楚风的怀中。我虽然不想死，但也不怕死。今日我与大哥哥不会分开，要么一起生，要么一起死。小鱼儿说道。与此同时，在清雪上界的最高峰上，有着一层隐藏大阵，而透过隐藏大阵，便能看到山峰真容。山峰之巅有着3座极其磅礴的大阵，分别是封锁大阵、侦察大阵、传送大阵。3座大阵的阵眼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那是无数天才地宝、远古至宝。但在3座大阵结束之时，这些无比珍贵的宝物也都将化作废品。这便是布置3座强力大阵的代价。大阵外聚集着数近几千名狱宗之人，他们身后都飘着白色斗篷，全部都是狱将，并且全部都是魔字狱将。但这些魔字狱将也是有高低之分，在这里的各个身份不凡，甚至其中有几位是比九魔大人身份还要高上一些的存在。不过哪怕这种存在，却也只能站在大阵之外等待调遣。能够站在大阵之中的只有2道身影，其中一位他的身上的长袍倒是与其他人狱宗之人相同，但是他头上戴着的不是白色斗笠，而是红色斗笠，身后的斗篷也不是白色，同样是红色，并且在那红色斗篷上面写着的不是狱将，也不是地狱使，而是狱帅。至于另外一个，则是身穿白色长袍，白色长袍将他遮盖得严严实实，那白色长袍上面闪烁着蓝色纹路。这个装扮与远古家族攻打祖武天河时那个偷袭6位远古家族族长以及武者商会会长的那位一模一样。眼下覆盖世界的封锁大阵以及侦察大阵，正是由这位神秘的白袍人所催动。他也是刚刚发生，想将楚风和小鱼儿引出来的人。将你的人集结吧。神秘白袍人看向那名狱帅，确认找不到了吗？那名狱帅问。不用久了，只需6个时辰，我定然可以找得到。神秘白袍人说道。既能找到，那便继续啊。狱帅道。这里终究是仙海天河，微光上界那么大的动静，就算距离仙海鱼族总部较远，但都这么久了，我估计仙海鱼族的援军也快到了。白袍人说道。仙海鱼族的高手之前并不知道我们在仙海天河之内，早就前往其他天河去找我们了，就算来支援的也不足为惧。玉帅说道。莫要小看仙海鱼族，他们怎么可能真的所有高手都离开仙海天河？若是寻常的援军倒也罢了，若是仙海鱼族不出世的老怪物，或是仙海鱼族族长亲自来了，你有把握应对吗？神秘白袍人问。笑话，我会怕他们？那名玉帅不屑一笑，旋即立刻转身，一声令下，开启传送大阵，将所有宗人召唤回来。不是不怕吗？神秘白袍人对玉帅问。本帅这叫有备无患。玉帅道。此时那些狱将在他的命令下已是一拥而上，开始释放出独特的力量，催动那座传送大阵。这座传送大阵覆盖狱宗，覆盖在清雪上界的所有狱宗据点。大阵开启便是信号所在，所有狱宗之人都明白需要立刻进入传送阵。只是眼下哪怕那么多狱宗高手催动，可传送大阵也未能彻底开启。大师，还需要你来掌控。玉帅笑眯眯的道。而白袍人法诀捏动，身上又有结界之力融入传送大阵，传送大阵这才彻底开启。不愧是大师你，同时催动3座通天大阵，竟也是毫不费力。玉帅夸赞之后，又赶忙问道。对了，大师，6个时辰之内真的能将他们找出来吗？一定，不过有一件事我要事先说明。神秘白袍人道。可是？玉帅问。6个时辰之内，我将躲起来的人给你找出来，但倘若抓到之前仙海鱼族真的是来了老怪物级别的存在，这件事我便不再参与，我会立刻离开。你们若要走，就随我一起走；若要打，你们自己打。神秘白袍人说道。没问题。玉帅点头，但旋即又问。是楚风吗？楚风？什么楚风？神秘白袍人不解。救走仙海鱼儿的人？你开什么玩笑？神秘白袍人投来极其不悦的目光，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。大师，我没有不敬之意，但目前可靠消息只有楚风来到了清雪上界，仙海鱼族的人根本没有进来。玉帅说道。那就是你们的消息并不可靠。你以为仙海鱼族那么简单，是你混入一些人就能打探到全部情况的？莫说那个楚风绝不可能无声无息将仙海鱼儿救走，他一个区区神袍更不可能有这个本事规避我所亲自布下的侦察大阵。我推测对方至少也是一位8品真龙，并且他的身上也是有着不为人知的手段与至宝，很可能是仙海鱼族隐藏的底牌人物之一。神秘白袍人说道。我倒是也听闻仙海鱼族有位强大的克钦长老，所以传闻属实，这位克钦长老真的存在，并且就在清雪上界。玉帅问。传闻是真的，但在这里的并不是那位，那位应该早就踏入了9品真龙，在冲击天龙境界灵师。若是他的话，我6个时辰绝不可能将他找出来。神秘白袍人说道。你怎么这么清楚？玉帅问。白袍神秘人没有回答，玉帅也是识趣，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感叹道。看来仙海鱼族的底蕴也是不容小觑啊。仙海鱼族本就是远古家族出世前7届圣府唯一的对手。神秘白袍人道。什么话？我狱宗呢？
玉帅有些不悦，你狱宗的实力，7届圣府也并不了解。白袍人道：这倒是实话。玉帅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伴随传送大阵的运转，那座传送大阵陆续有狱宗的人出现，且纷纷走出，退到阵法之外，并且人数越来越多。很快，九魔大人也是从中走了出来。而说来也巧，九魔大人他们刚刚走出来，陈辉以及宋允他们也是自传送大阵浮现。九魔大人没有说话，当他看到陈辉的时候，就知道宋允可能得到消息了。以宋允的聪慧，自然能够猜到是他用了手段，才对楚风发出了追杀令。其实他早就听闻宋允与楚风交情不错，之前故意询问不过是试探罢了。但是通过宋允不惜自己抗下罪名，也要保全楚风这件事，则是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甚至宋允与楚风的关系超乎了他的预料。他知道宋允这个人他是得罪下来了，但他无惧，因为没有人能从魔域塔内活着走出来。所以他虽然没有说话，但却对宋允露出了一抹笑容，那是挑衅的笑容。拜见九魔大人。可面对九魔大人挑衅的笑容，宋允不仅施以一礼，还露出甜美的微笑，甜到让九魔大人有些不知所措。莫非对于追杀楚风的事，这丫头没有怀疑到我的头上？时间流逝，转眼便过去了6个时辰，狱宗的所有人都已经集结完毕，数百万身影整整齐齐地汇集在这穿过云端的山峰顶端。那一眼望去的红色身影，有种不一样的壮观之感。毕竟这可是行踪诡秘的狱宗，平时一个都少见，可此刻这里却汇集着数百万。嗡！就在此时，那位白袍人捏出一道法诀，那座传送大阵便随之发生了变化，变成了一道巨大无比的传送门。这道传送门有些特别，不仅巨大，并且中间不是结界，更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。这面巨大的镜子映射出的景象乃是一片星空。6个时辰已到，怎么还没找到仙海鱼儿？玉帅看着神秘白袍人，神秘白袍人没有说话，而是全力催动那座侦察阵法。那侦察阵法浮现而出的是整个世界的地图，而一层一层结界之力则是在地图上来回搜索。忽然，所有结界之力向一个方向汇集而去，最终汇集在了一座区域。那不是具体的地点，但却正是楚风所在的区域。找到了！神秘白袍人说话间，便大袖一挥，一道结界门浮现而出。这道结界门是链接封锁大阵的，通过封锁世界的大阵，能够较快的传送到任何他想到达的任何位置。看到这一幕，玉帅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露喜色，玉帅也是紧跟其后，准备踏入其中。可就在白袍人打算踏入那结界门之际，却忽然止步，且抬头望向虚空。通过他的目光，能够直达世界之外，一只巨大的武力手掌正从天而降，那是真正的遮天蔽日。伴随一声轰鸣，所有人都看到了那遮天蔽日的巨大手掌，大手落下，裂痕立刻蔓延。仙海鱼族和狱宗布下的封锁阵法同时被瓦解，滔天的结界之力宛如暴雨一般从虚空落下，殃及整个世界。就连白袍人刚刚开启的结界门也因大阵被摧毁而随之碎裂。